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驾驶室上，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挡风玻璃抱着男人的脑袋。我拉开车门时，傅云锦盯着我，还用身上的外套遮了一下怀中的女人，不悦地看向我。冯嫣，你这么无趣，我不过找了个更有趣的，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后来我发了一条分手短信，将他拉黑删除。挽着别的男人举止亲密时，傅云锦黑着脸问我什么意思。我笑着说，傅云锦，我腻了你，不想要你了。你激动什么？和傅云锦1周年纪念日的这天，我看到了原本告诉我公司有点忙，要稍微晚点回来的傅云锦的车子就停在车位上。驾驶室上，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挡风玻璃抱着男人的脑袋。我拉开车门时，傅云锦却盯着我，还用身上的外套遮了一下怀中的女人，不悦地看向我。我盯着傅云锦怀中的女人，是前段时间她生日会上不知道被谁带来的小姑娘。我伸手拽了一把那个女人，想抽过去一巴掌，但是却被傅云锦一把拽着手。冯嫣，你干什么？傅云锦，你不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吗？冯嫣，你这么无趣，我不过找了个更有趣的，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更何况你不过是你冯家丢给我们傅家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傅云锦的眸光里透着不耐烦。我坐在露天的大排档里，点了一份特辣的小龙虾，又点了一扎啤酒。小龙虾吃到嘴巴里，辣得我眼泪直流。傅云锦说，你不过是冯家丢给傅家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其实我从没把自己当回事，我也深知我就是冯家用来巴结傅家的工具。我会答应和傅云锦交往，那是我身为冯家大小姐的责任，我推不掉这个责任。所以在爸妈提出要和傅家联姻的时候，我答应了。一大盆麻辣小龙虾吃下去肚，又灌了好几瓶的冰啤酒，我现在胃里火辣辣的。我付了钱，拿出手机准备叫代驾的时候，突然有个玩耍的小孩子撞了一下，我身子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上。腰间多出的一双手突然拽了我一把，惊呼了一声，想说一声谢谢，然后站直身子，但是腰间那双手却丝毫没有要放开的架势。刚想开口说话，头顶上传来熟悉的声音，被戴绿帽子了。心里难过，跟了傅云锦1年，就来这种地方买醉，那声音太熟悉了。我脑子里突然就空白了一瞬，然后抬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叶家浩，是你，不是傅云锦，觉得很失望。果然还是那个毒舌，嘴上还是这么不饶人。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叶家浩，而这个男人是谁？这个男人是我的前任，1年前分手是我提的，而当时分手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叶家浩太优秀了，我感觉我一点都匹配不上他。他是跳级的学霸，而我就是个学渣，所以大4毕业那会儿，我因为自卑心作祟提了分手。分手后的第2天，人家就出了国，连个挽回的机会都没给我。叶家浩将我的身体扶正，忍不住说道，在这种地方喝这么多，有没有安全意识？我盯着叶家浩，双手不由控制的突然拉下他的脖子。我凑在他耳边说，叶家浩，要疯狂一下吗？我被叶家浩抵到副驾驶座椅上的时候，脑子被砸了一下，有些晕乎。这男人的急切整的好像这1年都在吃素一般。他有没有吃素我不知道，但是我和傅云锦在一起1年，我确实没让他碰。可他看到我出神的时候，却是犹豫了一下。他问我，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和我开玩笑？说实话，其实刚才是有点酒精上头了，
但是我脑子里只要一想到傅云景今日在停车场对我的嘲讽，心里头那不服输的架势又上来了。我勾着叶家浩的脖子，怎么1年不见？不会了。后来我觉得我后悔了，后悔对这个男人用了激将法。现在我只觉得我的老腰都要不是我的了。那人好听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浮浮沉沉：冯嫣，离开傅云景吧。那是我最后听到的那句话，因为后面我昏睡过去了，也不知道是酒精作祟还是真的累晕过去了。叶家浩抱着我，轻轻抚着我的脸庞，在我的额头落下一吻。傅云景已经不止一次看手机了，但是那个备注了冯嫣的微信一直没有任何一条消息，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有点烦躁。他其实并不想让冯嫣看到的，但是真当看到了，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愧疚。毕竟1年前是冯家将人塞进来的，而他也无非是觉得爸妈觉得冯嫣好，才没有多说什么。他们这种圈子里的人，合适的婚姻能带来很多利益上的东西，所以他玩归玩，此前也一直都是悄悄的。晚上的时候，若不是刘佳佳今日穿了条黑丝勾他肯定不会没分没寸的在停车场就着急了。但是相比于冯嫣，刘佳佳有趣多了。和冯嫣在一起1年，她保守的不行。他们之间做过最大尺度的事情就是亲了亲。他皱着眉头发了一条消息：冯嫣，不要闹脾气，我爸妈说让我带你去选个婚戒。他以为可以用婚姻架着冯嫣，毕竟冯家特别的想要这个联姻，他是不可能离开他的，最多闹个脾气，到时候买个包送去就会好了。所以冯嫣许久没回的消息他也没放在心上。刘佳佳软弱无骨的手在他的胸口画圈圈的时候，傅云景的脑子里早就没了冯嫣这号人。我醒来的时候，不仅脑袋痛，身子也痛。突然腰间一紧，我被翻了个身子，面对面看着叶家浩，盯着那张帅气的脸庞，我没出息的脸红了。说实话，要不是昨晚上喝了酒，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大胆的事情来的。当了20几年的大小姐，我所有的事情都被束缚了，包括10点之前必须要回家，包括没结婚之前女孩子要自爱。所以大4那年和叶家浩的时候，其实是我叛逆的表现。在想什么？叶家浩在我腰间的手又紧了几分，顿时我的鼻尖凑到了他的胸口。冯嫣，你是不是把最大的出息都用在我身上了？什么眼光？找了个傅云景那样子的人。我张嘴巴想说什么，但是却什么都没说。我总不能在前任面前说傅云景是他爸妈安排的联姻对象，反抗是无效的。1年前我也曾反抗过，我甚至于拿了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可是身为冯家的人，除非我死了，否则我没有选择的路。叶家浩见我没说话，又忍不住说道：冯嫣，以前骂我的时候不是都很来劲，现在怎么一声不吭？不过1年不见，还转性了。叶家浩，我转性不转性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没好气地回怼了一句，叶家浩却突然地笑了，空出一只手摸着我柔顺的头发丝，这才像是我认识的冯嫣。我伸手推了一把叶家浩，想要坐起身子来，可是男人却按着我的身子不让我动弹。冯嫣，和傅云景分了吧。听到这话，我身体一僵。当年分手，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叶家浩太优秀，我比较自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被爸妈知道我和叶家浩在一起，那么他们一定会去伤害他，而我并不想看到叶家浩被我爸妈打击。叶家浩，我的婚姻我做不到了主，抱歉，时间不早了，我要先回去了。我坐起身子来，
叶家浩却像个无赖一般，抱着我不肯撒手，一副委屈的表情盯着我。冯嫣，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女人。我没吭声，任由叶家浩抱着。冯嫣，你爸妈是不是只要你找一个比傅家还要好的，就可以让你和傅云锦分了？我微愣。叶家浩，你想干什么？和傅云锦分了吧？如果你们冯家一定都要联姻的话，那能不能那个人是我？分手后我才知道，叶家浩就是那个叶家的人，那个叶家远要比傅家强太多了。所以后来我有时候会在想，当时我那种为了保护他自尊而分手的理由，想来还真的是挺可笑的。我回头盯着身后的男人，为什么是我？因为除了你，我都提不起兴趣。傍晚时，叶家浩送我回去，他抱着我不撒手，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答白天他问的那个问题。坐在副驾上，我没吭声。我拿出包里的手机，当着叶家浩的面给傅云锦发了一张消息：我们分手吧。消息叶家浩是看着我发的，然后我还当着他的面将傅云锦拉黑删除。他把玩着我的手不松开，我看到男人的嘴角都咧到下巴去了。傅云锦收到我那条分手短信的时候，他快速发了一条消息过去，但是在出现的确实红色的感叹号以及您不是对方的好友。冯嫣将他拉黑删除了。刘佳佳正好看到，盯着那红色的感叹号。云锦，是不是因为我？冯嫣姐生气了。傅云锦盯着怀里的人，突然就有些烦躁了起来。他也没有想到冯嫣会将他给拉黑了。冯嫣是能耐了是吧？叶家浩非要送我上楼，我执拗不过，就让他跟着上来了。不过我也没想到会在房门外看到傅云锦。傅云锦看到我的时候，叶家浩正搂着我的腰，我戳着他的胸口，让他不要乱来。我们嬉闹着正走出电梯。冯嫣，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傅云锦的声音里透着十足的怒气。傅少爷，你想干什么呢？叶家浩搂着我的腰，略微收紧，语气里充满了挑衅。我笑着从叶家浩的怀里抬起头。傅云锦，我腻了你，不想要你了。你激动什么？傅云锦的拳头打过来的时候，我们都没反应过来。傅云锦，你干什么？冯嫣，你还当真敢和我分手？就你这样子的也敢和我分手？我不过是外面玩玩，怎么了？又不是不娶你，难道这点你都忍受不了？真渣！渣男要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的时候，果然说的都是头头是道。傅云锦，你若是有毛病，就去医院看病，别在我这里撒野。还有，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不要发疯。我盯着叶家浩那张俊脸被打得通红，心里是心疼的。所以叶家浩还手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拦着。我觉得傅云锦这样子的渣就应该被狂揍。打完之后，我拉着傅云锦进了屋。我给叶家浩上药的时候问，今天白天你说的那个问题，我答应了。如果一定要联姻，那么我宁可选择那个我喜欢过的男人。我答应的隔天，叶家浩就带我见了他爸妈，然后在同一天，我带他见了我爸妈。而我的父母从不会关心我这个女儿到底会嫁给谁，他们只关心我嫁的人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交换。相比之下，叶家的财富自然是要甩傅家好几条街，更何况叶家浩是独子，而傅云锦却不是。所以我爸妈笑着答应了这门婚事，还说什么只要我幸福就好。我听着那些虚伪的话，吃过晚饭以后，就拉着叶家浩离开了。确定了婚事，这男人就带着我去买了婚戒。我说要买小点的，他非要大点的，最后还是买了那个大的。他说我值得更好的。说实话，不感动肯定是假的。买完戒指回去的路上，
傅云锦换了个别人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冯嫣，你当真对我那么狠，要和我分手吗？其实如果不是叶家浩，我也打算要和傅云锦分手的。那天1周年的时候，我就想好了的，大不了回去拜骂，但是无爱的恋爱和婚姻我不想要。但是曾经答应和傅云锦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曾想着好好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男朋友在外面偷吃，还觉得自己一本正经的样子。傅云锦，我说分手从来不是开玩笑，大家好聚好散，麻烦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早就动了离开的心，只不过叶家浩刚好是这个跳板。而挂了电话以后，叶家浩的脸色一直都不是很好。我知道他大约是因为傅云锦的那个电话生气，可是我不太会哄人，所以2个人谁也不说话。直到红灯时，他侧头问我：“你当时和那小子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他？为什么这么问？”我有些不解，如果不是你的喜欢，为何他可以在外面肆无忌惮地给你戴绿帽子？我突然就笑了。叶家浩，我和他是我爸妈安排的联姻对象，我办法选择，可我也是你的联姻对象，你也是因为联姻才答应嫁给我的。我勾了一下唇角。叶家浩，我1年前就爱上了你，以前爱，现在也爱。我拦着叶家浩重新踩下油门，然后看到了他脸上的笑意，然后车子在前面突然转弯，可以停车的地方，叶家浩突然停下车，然后拉过我的脑袋就凑了过来。傅云锦再次将我堵在家门口的时候，他拽着我的臂弯，凶狠地盯着我：“冯嫣，跟我在一起1年不让我碰，其实你早就被人玩过了吧？”我盯着情绪有些激动的傅云锦：“你到底想干什么？”傅云锦突然就跟疯了一般，抱着我的身子：“冯嫣，如果叶家浩知道你不干净了，你觉得就叶家这种人家会要你这样子的儿媳妇吗？”他扣着我的身子，将我压到门上的时候，突然一个大力将傅云锦推开。我看见叶家浩一拳打在傅云锦身上，将他打倒在地上，又用脚狠狠地踹了一脚。他揪着躺在地上的叶家浩：“傅云锦，你最好识相一点，不要愚蠢到拿着傅家做赌注。还有，我和冯嫣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就算冯嫣不干净了，我也依然爱她。倒是你自己就是个渣，还拿这种道德标准去绑架别人，你可笑不可笑？”叶家浩被我拽进了房间，还在骂，可见是有多么的生气。我摸着他的脑袋，就跟顺狗毛那样子：“好了，别生气，他这是得不到才生气，犯不着和那种人计较。”叶家浩怕我再被骚扰，当天晚上就将我所有的东西都打包送到了他那里去，怕我爸妈会说什么，隔天就拉着我去登记了。所以看着那个红本本，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而叶家浩却像是个得逞的小狐狸。领证之后的1个星期，双方家里定下了婚礼时间，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我操心。叶家浩的爸妈包办了所有的事情，连我爸妈都插手不上。那天我们俩去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了傅云锦的那个小白花，只不过身边挽着的人并不是傅云锦。很显然，刘佳佳看到我的时候也是微微愣了那么一下。如果换作是别人，我肯定连招呼都不会打，但是今日我错身经过的时候，喊了一句：“刘佳佳，这么快就和傅云锦分开了？”我的语气里尽是玩味，我就是故意的。刘佳佳盯着我，再看了一眼她身旁的男人：“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前段时间还和傅云锦在车上厮混，都被抓了个现行，现在就不认识我了。年纪轻轻，这是老年痴呆了吗？你真的认错人了。”刘佳佳仓皇地离开。后来和叶家浩买好了东西，准备回去的时候，在地下停车场，
我看到了刘佳佳和刚才那个男人在吵架，没有仔细听，但是有句话我听得真切，玩得这么花，还和我说你初恋都还在。有些东西那就是因果报应。傅云景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朵干净无瑕的小白花，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小白花是小白花，只是一朵充满心机的小白花。我看都没有多看一眼刘佳佳和叶家浩离开，结婚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最近这段时间，我都和叶家浩的妈妈一起，不是做美容，就是挑婚纱，有时候叶家浩一起。然后这边婚礼还没举行，准婆婆已经让我们挑选蜜月的地点了。这期间，傅云景还来找过我一次。那天正好我想起之前有个东西掉在以前的房子里了，想着回去拿一下，却被一直等在那里的傅云景逮到了。我刚打开车子下车，傅云景拽着我的手：“冯嫣，能不能不分手？我不能没有你。”我不知道傅云景是怎么意识到没有我的，但是我听到这话，莫名的觉得有些想笑。傅云景，我们都分手了，还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是被我老公看到，他会生气的。你和叶家浩结婚了？是的，我结婚了。我亮出无名指上的钻戒，虽然买的时候我觉得很大，觉得戴着这样子的钻戒太招摇。可是现在我看到傅云景那张吃瘪的嘴脸时，我觉得大快人心。和傅云景在一起1年，他从来都以为像我这样子的人，又怎么可能会离得了他？可是不爱呀，我是因为爸妈才答应的联姻，不爱又怎么会离不开呢？傅云景一脸不可思地看着我，伸手就要去抢我手上的那个戒指，不就是一个钻戒吗？冯嫣，我也可以给你买，我也可以呀。我伸手推他，傅云景，能不能不要闹得这么难看？冯嫣，以后我不在外面找别人了，好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以后我只有你一个人。我甩开了傅云景的手，冷眼看着他。傅云景，当初你干嘛去了？你和刘佳佳好的时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给了你多少机会了？我本以为我们之间是联姻关系，确实也没有多少感情成分在，我不会说你什么。但是傅云景，我曾经努力的想要融入你的世界，但是很可惜，你没把我放在眼里。冯嫣，其实我爱过你的。我冷哼一声，你爱过我什么？我们之间在一起1年，大家都各自怀着各自的目的，不是吗？只不过现在我不想要继续这样子的关系了，以后你找谁都和我没关系，不用觉得愧疚。这样子难道不好吗？不好，冯嫣，刘佳佳他们都是玩玩的，我是想和你结婚的，真的，结婚还得是你。再说了，你们冯家和我们傅家联姻，不也是好事吗？冯嫣，你自己掂量掂量。你以为叶家浩是真心的想娶你吗？他也不过是玩玩而已。傅云景，到此为止吧，再下去，我们会连最后的体面都没有的，真没有那个必要。还有叶家浩不是你说的那样子的人，倒是你，麻烦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你有哪一点是能让我看得上眼的？长得比他差，性格也没他好，更重要的是，我爱他。你懂吗？我连楼上都没上去，开了车就走了。后视镜里，我看到傅云景的身影越发的小了。我加快了车速离开。有些人的羁绊是一种毒，会生根，会发芽，会让人窒息。早点远离，那是一种解脱。我开门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叶家浩正带着围裙在开放式的厨房里做饭。见到我回来，他转过身，回来了，东西拿来了吗？我摇摇头走过去，从背后将人抱住，没有拿回来，那东西不重要了，重要的人现在就在我身边。叶家浩突然就迟疑了一下，是不是傅云景又来骚扰你了？我点点头，不过你放心，
我和他说清楚了的，以后不会有任何牵绊了的，那就最好。看来以后不能让你一个人出门了，那个神经病就应该送去医院去。我扯着笑，我发现最近我好喜欢看叶家浩吃醋的样子，特别的养眼。晚上做什么好吃的了？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做得一手好菜。和你分手的1年里，我报了一个培训班，学了3个月烹饪。那个老师告诉我，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拿捏住他的胃，就能拿捏他的人。我在叶家浩后背笑出声。教你的那个老师也是单身吧？你怎么知道？叶家浩笑出声，一脸震惊。我笑笑没说话。我回想起当年和叶家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们当初的相识其实也是蛮搞笑的，但是我们那会儿也是爱的热恋。我从不避讳我喜欢他这件事情，叶家浩也是。饭后，我坐在沙发上，躺在叶家浩的怀里。我问他，如果我和傅云锦真的结婚了怎么办？那我就去抢婚。我笑着说，叶家浩，当年我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等本事？他笑笑说，他会的本事还很多，叫我以后慢慢发现。当初被家里逼着和傅云锦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没想过来找我？那会儿你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确实，和叶家浩分手不久，我就知道了他的身份。那会儿，我也在为我自己无厘头的想法笑出了声。人家一个叶家大公子，怎么到我这里就是个穷学生了？可是那会儿，我真的没从叶家浩的身上看出任何一点贵公子的气息。他可以陪着我吃路边摊，可以和我穿不贵的情侣装，也可以和我一起为了一张满减的优惠券蹲着手机抢。当然，我也没让他看出来我是冯家大小姐的身份。可是我看不出来，确实是因为我在冯家没得宠。但是叶家浩没让我看出来，那确实是他太低调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什么廉价的地摊货，而是手工高定。我摇摇头，分手是我提的，而且我要是再回去找你的话，我觉得我有点看不起我自己，所以你就宁愿答应和傅云锦那样子的人一起。那小子花名在外，你觉得狗能改得了吃屎的毛病吗？自然是不能。所以答应和我交往的同时，傅云锦也没让他自己闲着。我换了一个姿势，靠在叶家浩的怀里。那如果我不答应和你复合呢？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而我从未忘记你。那话让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发现好似很久都没有这么身心愉悦过了。过去的1年时间，让我们彼此都成长了很多，但是我也知道，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彼此的内心。我也很明白，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忘记这个男人。我可以为了冯家答应和傅云锦谈恋爱，但是我连一些亲密的行为我都接受不了。傅云锦在外面养人，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会生气，但是却也不会阻止。说实话，还多亏了那天晚上在地下停车场看到的那一幕，我才下定决心，这样子的渣男以后要离得远远的。其实那天晚上买醉，并不是我在伤心，而是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傀儡，什么都没用。我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当年就是和叶家浩谈恋爱，那都是偷偷摸摸的。可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年没有遇见那个男人，那么现在我应该真的会嫁给傅云锦。就算不是傅云锦，也会有别的被安排好的人。我的爸妈从来不管我会不会幸福，他们看重的是我能不能给冯家带来利益。所以在见到叶家浩的爸妈以后，其实我是好羡慕他从小能在那样子的环境下长大。叶家浩娶我你们家花了不少钱吧？我爸妈要了不少彩礼，
还有之后和叶家的合作。男人却笑笑，他们帮我养了你，所以那些是他们应得的。但是对你不好的那些，我以后也会讨要回来。我主动勾着叶家浩的脖子，窗外是美好的月色，而室内温暖一片。婚礼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我穿着叶家浩亲自为我挑选的婚纱，看着那个来迎娶我的男人。外界纷纷猜测这一场豪门联姻估计又是个玩个的，可是众人不知，我和叶家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眼中彼此充满了爱意。交换戒指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站在礼堂门口的傅云景，叶家浩戒指带入我的手指，轻声地唤我老婆。傅云景这种人就是个神经病。我笑笑看着吃醋的叶家浩。后来我们敬酒结束之后，两个人就溜了，所有的事情都由着双方父母在那边操持。我们相互拥抱，站在酒店的天台上，看着美丽的烟花。老公，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我看着身边的这个男人，我很庆幸我没有错过他。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